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贝塔，今天要来继续分享战地6的实用小技巧还有冷知识。没想到上次影片破万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还有观看，也先跟大家说声抱歉，因为我刚换到一个空房间，现在这边的回音可能有点重，那我会尽量后置去调整啦。今天呢，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小技巧，让你可以从从容容、游刃有余啦。那我们就不废话，马上开始吧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第一点，你知道举枪瞄准的时候，子弹其实是从枪口射出吗？如果你的枪口正前方有障碍物，即使你的准心有瞄到敌人，但是你的子弹有可能还是没射出去。只要稍微移动一下，不要被遮蔽物挡住枪口就可以了。第二点，放假人的时候，你除了站着放，你也可以蹲着放跟趴着放，那他们的高度会不一样，然后姿势也会不一样，很容易困惑敌人。第三点，如果对方手上拿着地雷的话，你射到他的地雷，他也会引爆。第四点，如何用官方的方式来监测 latency， 也就是网络延迟呢？到游戏里面的设定系统。把得分板延迟值打开，然后到多人游戏中呢，你只要按 Tab， 你就可以看到所有人的 latency， 包含你自己的。如果你有玩大逃杀模式的话，大逃杀模式里面并不会显示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要去开另外一个选项，就是到设定系统，滑到最下面的网络图表，把网络小工具打开，然后网络效能改成开启，上面你就会看到一排数字，其中 LAT 就是你的 latency， 也就是延迟啦。那要更进阶的话呢，你还可以去开网络效能图表，然后把下面2个选项都打开，这个呢可以观察你的射击还有受伤的情况，看看有没有掉风包，但一般人应该是不太会用到啦，我建议是不用开到这么细。第5点，如何用官方的方式来监测萤幕的 FPS， 也就是帧数呢？你可以到设定画面，然后进阶，把效能叠层界面设定为简单，这时右上角会出现一堆绿色的数字，你可以看 CPU 和 GPU 哪一个数字比较低，就是你的 FPS 的帧数啦。那如果你跟我一样觉得这个绿色不太好看，想要换一个比较单纯的，就是一个 FPS 的数字，那你还有另外一个方式，就是呢到 Steam 的平台，然后开启设定，到游戏中把显示效能监测器打开，然后看你想要放在哪里。我会选择放在右上角，然后设定一下大小、饱和度还有背景等效果就可以了。做完这2个步骤，你就可以监测你的 ping 跟 FPS 了，是不是很方便呢？第6点，那要如何把网络延迟降到最低，然后萤幕的 FPS 调到最高呢？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的 ping 呢大概在100左右，那我用了一个工具，直接把 ping 降到平均40。这个时候呢，就让我同时来工商也来示范一下了。这个软体呢叫做 LagoFast， 你到它战地6的页面，你就可以看到所有伺服器在哪里，你可以手动连接 ping 最低的那个伺服器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用地理过滤器直接锁定一整个区域的伺服器，让游戏呢只连那个地方。但是我建议你就直接按下面那个按钮一键搜寻并连接最近的伺服器，让电脑直接帮你搞定就可以了。那连完之后呢，直接打开战地6，进到游戏里面看一下 ping 变成多少。那像我呢是直接平均降到了40左右，玩起来非常有感。再来是萤幕的 FPS 的部分就是除了你手动去调整游戏里面的这些画质品质，然后降低各种特效以外， LagoFast 也能帮你自动去加速 FPS， 让你的帧数是有感的提升啦。那最后呢，我也来分享一个我觉得很屌的功能，就是 LagoFast 可以帮你挂 Twitch 的调宝，只要连接好 Twitch 账号，它就可以帮你自动挂着，你就再也不用去 Twitch 直播间区那边挂直播。总之呢，我现在打开战地6之前，我都会打开 LagoFast， 一键帮我降低我的 ping 啦。那在这边也要感谢厂商爸爸的赞助，如果你有兴趣使用 LagoFast 的话呢，我把链接放在描述栏，输入 beta 就可以享有优惠咯。第7点，第一赛季开始之后呢，官方已经不让大家开 AI 房去农经验了。那我研究了一下快速又正常的升等方式，那就是用自定搜寻，然后选这3个模式：山丘之王、团队死斗还有小队死斗。这3个模式的重生速度快，敌人也多。如果你要解的任务是近距离的，我会建议圣徒区还有伊比利亚公司这2张地图。那如果你要解的任务是比较远距离的，像是狙击枪相关的一些任务，你可能地图就要选大一点。我会推荐像是布莱克威尔原野还有火线风暴这2张地图。第8点，遇到中远距离的敌人，你可以试试看点发的威力。有一种方法是手动点2-3发就停，然后另外一种方式是按 B 直接切换成单发子弹，一颗一颗点。那有些枪呢是可以一次3发、一次2发、一次1发的，所以要看枪啦。第9点，腰射在战地6里面非常强，如果距离够近的话，省略举枪放大这个动作，可以让你多发几发子弹。在配件里面呢，要记得装上雷射，可以大大增加腰射的准度。近距离像是冲锋枪、散弹枪还有小枪，雷射配件呢都是必备的。那冷知识呢，腰射的英文叫做 hip fire， 直翻不是腰射，是屁股射。好，第10点呢很有趣虽然同队不会造成伤害，但是如果你站在队友的 RPG 后面，他发射子弹的时候你是会受伤的。第11点，如果你转角遇到坦克，然后你来不及逃跑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卧倒在地上，让坦克从你上面开过，那这样子呢可以避免被压到。第12点，侦察无人机可以摧毁对方的地雷，
飞靠近再按右键瞄准，然后左键攻击就可以了。趁敌人走过的时候去引爆，你就可以击杀敌人或者是载具，也可以顺便拿下经验值。基本上侦察无人机可以打掉敌人的各种设备啦。第13点，上次影片有提到往后趴下，然后举枪这个动作可以降低你被爆头的几率，但我忘了提到就是你还可以往后爬，有时候这个还蛮重要的。第14点，你在拉人的时候呢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你也可以按下趴下键。让你同时救人也同时趴着，这样子会更安全一点。第15点，侦察兵的动态感应器非常好用，可以侦测附近敌人的位置。如果你正在解任务或者是正在站点，记得把它丢在地上。第16点，游戏一开始的时候，你可以直接进入载具。第17点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子弹其实是可以把墙壁打掉的。如果你的子弹够多，然后看到墙壁已经快要碎了，有机会呢击枪就粉碎墙壁。第18点，什么时候拿小刀，什么时候要拿铁锤呢？拿小刀的跑速比较快，挥刀的速度也比较快，比较适合近距离攻击敌人，那攻击伤害为35。拿铁锤的移动速度比较慢，那挥拳的速度也比较慢一点，攻击伤害为45，比较适合拿来拆墙壁。第19点，如果你听到敌人在你的正下方或者是正上方，你手上有火箭筒的话呢，你也可以敲碎地板或天花板来吓死对方。第20点，花圃其实也是可以用小刀移除的。有时候在赶路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直接用刀去开路。第21点，边移动边射击的后坐力会变大，射击的时候尽量不要一边跑步或者是一边跳跃，站稳脚步发子弹是最准的。第22点，敌人在攻击的时候，小地图上的标示可以看得出来敌人是跟你在同一层楼，在你的楼上还是在你的楼下。第23点，如果看到敌人头上的标示是空心的，那是只有你自己可以看得到；如果是实心的标示，那就表示是整队都可以看得到。第24点，你可以用锁敌去标示敌人，让队伍都看得到他们。锁敌的英文是 spot， 快速键是 Q 或者是滑鼠中键。那如果你是玩侦察兵的话，你也可以用雷射望远镜或者是用无人机去锁敌，让队友知道敌人在哪里。第25点，每个职业呢在游戏中都可以累积经验值去解锁一些专长，那这些专长呢都在职业页面中有介绍，还有他们的主动技能啦。在游戏的右下角呢也会有图示告诉你完成度，而且多人模式跟大逃杀可以解锁的这些专长是不一样的，大家可以自己去详细阅读一下，我就不在这边重复了。好，第26点。捡起别人的枪呢，如果觉得好用，你可以按 I 去查看枪。那用滑鼠移动呢，可以把枪举起来，或者是左右看一下，可以看得更清楚。如果你不确定这些枪的配件是什么的话呢，你可以截图下来之后再去自定枪的地方比对。第27点，如果你拍到一些路人队友，他们开着麦克风，你觉得很吵的话，你可以按 Tab， 然后到小队管理去经营他们。第28点，如果你遇到小队有人在雷，你可以在部署队伍的时候去换小队。像我遇过那种见死不救的支援兵啊，或者是有人就是在发呆之类的，我就会直接换个小队试试看。第29点，如果游戏开始了，但是你想换职业，你可以按 Y， 然后在原地置换，这样子你的小队就不会浪费一条命了。第30点，之前影片有说过，每支狙击枪都有一个 sweet spot，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算距离的话呢，你可以拿雷射望远镜去观看，左边的画面呢会告诉你你现在在看的地方距离你有多远。譬如这把 M2010 这把狙击枪的 sweet spot 是在75公尺到120公尺，那我会用望远镜抓一下距离之后呢，我就大概知道某些地方我可以一枪一个了。再来到31点，千万别低估自己攀爬的能力，很多地点你以为你上不去，但其实你都可以。第32点，放大武器，然后按住互动，就可以轻轻开门，不让敌人听到你的声音。第33点，支援兵呢要习惯在队友附近或者是开战的地方丢资源包，资源包可以快速补给配件还有投掷武器的数量，像是工程兵的 RPG 还有地雷，原本只有3颗，可以补到6颗，而且手榴弹呢1颗也可以补到2颗。站在资源包上面呢，也可以回血回子弹，也不受敌人的攻击压制而影响回血，非常的重要。第34点，记得要使用经验值加成，主画面的右上角这个经验值加成是可以点开的，里面有双倍经验值可以用，包含角色、设备还有这个战斗通行证啦。第35点，每个职业都可以回收自己的特殊武器，像突袭兵使用梯子之后回收起来，你就可以省下呢重新累积梯子的这个时间。那侦察兵的这个动态感应器，确认没有敌人之后呢，也可以回收起来到下个地方使用。第36点，说到梯子，就来跟大家分享梯子的几个小技巧。梯子除了往上爬，还有变成水平的桥往前走以外呢，还有2个小技巧可以用。第一个呢是在室内的一些门，你可以用梯子去把它堵住，让对方呢无法静悄悄的过门，对方一定要去破坏，那你就会知道对方出现了。那第二个呢是梯子如果架在障碍物的边缘下方一点点，它就会变成一个新的平台，你可以利用这个小技巧，让很多障碍物变成一个新的射击点，对方也会措手不及，敌人会完全没有想到那些地方可以探头。第37点，在设定中呢，你可以调整水平抬头显示边界，把这个所有的资讯都拉靠近荧幕一点，这个是我现在27寸的荧幕有在用的。如果你的荧幕也是大荧幕或者是宽荧幕的话呢，我非常建议使用。第38点，进阶抬头显示里面建议把显示击杀者改成全部，这样子的话，有时候你听到远处有枪声，然后你知道队友在那个方向，可能队友被击杀了，
那你就大概知道这个枪声是在哪个方位。第39点，同一个页面往下滑，这边很重要，所有的图示强度、透明度还有图示比例等等，都可以调小个70%到50%。我这边直接展示给大家看哦，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去调整。那友方还有小队的图示呢，建议是一模一样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同一个阵营才不会有图示大小不同的问题。再来是敌方图示，这边建议是不要改，因为我们希望呢敌人都是看得越清楚越好，甚至你想要调大敌方的图示哦，也都可以。那再往下呢，中立图示这边我也会稍微调小一点，然后缩放的时候呢，我会把它调低一点。好，第40点，也就是最后一点，音效的部分呢，我讲2个上次设定的影片里面没有讲到的。第一个是音效系统，这边呢越右边的选项是越好的。那我自己呢是使用耳机，然后音效混音是调成高动态，这2个搭配呢是我目前觉得最好，也是很多高手会使用的。大家如果有用这种头戴式耳机的话呢，记得去调整这样的设定。那第2点呢是辅助功能里面把耳鸣音效调成0，这样子呢被丢到闪光弹或者是震撼弹的时候就不会有耳鸣的音效了。OK， 以上就是40个小技巧的分享，希望对你有些帮助。如果喜欢这样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订阅一下，然后把影片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们。那我是贝拉，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